你爹亲生的，你是马夫的儿子！救命！怎么控制这个毛病？我叫沈锦书，永历侯府嫡女，从小钻研账册案卷，精通推理。摔了一跤之后，添了一个毛病，脑子还在想这话该不该说，嘴已经把推断说了出来。锦书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娘心疼死了。娘，你脸上的粉擦太厚了，卡粉了。还有，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你左眼下面有颗麦粒肿，快冒白尖了。还有，你身后那个丫鬟怀了身孕，是门口那个侍卫的。太医，我女儿到底怎么了？可能摔了一跤，摔出了什么毛病，让她胡言乱语。您说的对，太医，你腰间那块玉佩是你相好的送的吧？你夫人还不知道吧？还有，你昨晚值夜的时候偷喝了3壶酒，病历上写的病人脉意有一半是瞎编的。还有，门口那个管事偷了府里3年的银子，后院那个厨子在菜里扣了油水，你梳妆台上那只金钗是假的，真的被你贴身丫鬟换走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能看出这些，那你还能看出什么？隔壁家那4个孩子，没一个是隔壁老爷亲生的。你确定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看面相，看骨相，看气血流动。王大人是圆脸，他鼻梁，小眼睛；那4个孩子全是长脸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没有一丁点像他的。而且那4个孩子的气血走向和王府的马夫一模一样。马夫？对，就是那个每天赶马车的马夫。锦书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要闯大祸了。你以后少说话。好，尽量别出门。好，实在要说，就说好听的。好。夫人，陆夫人设了赏花宴，宴请各家闺阁女子呢，请帖都送来了。哪个陆夫人？就是隔壁那位。锦书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再不露面，怕是嫁不出去。可是你这个样子，去，反正离得近，出了事娘可以来捞你。千万别说话，一个字都别说，实在憋不住就说花真好看。女儿知道了。这就是永义侯府家的锦书姑娘吧？听说你在南边养病，如今大好了，真是个水灵的孩子。闭嘴，一定要闭嘴。锦书姑娘今年多大了？及笄了吗？真乖，真文静。好，就这样，当一个安静的淑女。陆夫人这发髻与衣裙搭配得如此精妙，莫非又是云公子的手笔？云公子的设计图千金难求，我也是等了2个月才拿到。陆夫人何必等2个月，直接催4位公子便是。锦书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云公子就是你家4位公子，大公子设计发髻，2公裁首饰，3公子研究衣裙颜色，4公子负责画完整妆图。您3年来花几千两买下的设计图，也都是4位公子在自家书房画的。所以们每晚关起门来，不是在读圣贤书，也读。读什么？历代美人妆谱。母亲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沈锦书在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不想。那你今天在陆大人府上干什么？随自己动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会让陆家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会让陆家翻天，我也不想的。永义侯府家那个嫡女沈锦书，最近搞得京城鸡飞狗跳。听说她摔了一跤，摔通了任督二脉。她能一眼看穿人心，难道是神仙？不对不对，是被妖怪附体了。锦书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谁都不许见。好，你给我在屋里待着，待到我找到治好你这张嘴的办法为止。好。沈姑娘，听说你能看穿一切真相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赵大人，你是想问我，你夫人有没有偷人，对吧？她没有，偷人的是你。你养了外室，那个外室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为了名正言顺的把他们接进来，就污蔑你夫人偷人，想休了他。
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你那个外室就住在城南柳巷第3家，你夫人这么多年尽心尽力帮你，你所有的政绩有一半是她的功劳，你却要污蔑她偷人。还有，你上个月贪的那笔赈灾银子，藏在你们家祠堂的牌位后面，一共3000两。把赵大人送走。锦书，你是想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吗？我不想，是我的嘴巴想。短短半个月，我已经战绩可查。我报出的官每一条都无伤大雅，却足够让当事人3日不敢出门。我成了全京城最不受欢迎的人。至少如今没有人敢当面说你坏话，因为他们都改在背后说了。我每天待在屋里，努力练习控制闭嘴的技能，现在终于能勉强憋住一些话了。最近半个月辛苦你了。夫人，裴将军来了。锦书，快回屋！怎么了？前几日你已经把半个京城都翻过来了，今日来是靖安侯世子，他身后牵着的是朝廷，是兵权。你若再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，娘也保不住你。你就是沈锦书。听说你善于从细节发现真相，那你看看我。全京城都传你与你的贴身副将关系过于亲近，你数次拒绝各家议亲，每次出征随行只带那位副将，他负伤那日，还是你亲自将他背出战场。所以，你也信外界那些不实传言？不信，你背他是因为他替你挡过一剑，你不议亲也不是因为他，是早有喜欢的人。有点意思。既然传言是假的，你说该如何澄清？娶我！京城贵女都被流言吓跑了，没人敢嫁你。只要你娶了我，那些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好，我娶你。方才不算，我们从长计议。3日后，我来娶你。我这张嘴就这样把自己嫁了出去。来人，备嫁妆。娘，你真要把我嫁给他？这些日子，京城人人见了你都绕着走，如今好不容易来了个愿意娶你的，娘还能让他跑了？锦书，今天你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秘密都说出来了，换做别人，早就当场翻脸了。可裴恒没有，还愿意娶你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皇上最信任的人，也是手握兵权的大将军。以后真出了事，他护得住你。娘总有护不住你的一天，以后就让他替娘护着你。到了侯府，千万别说话，你要是非说不可，就说相公你真英俊。1、2、3。娘子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怕说错话？你不用太紧张，侯府没那么多规矩。青罗从小伺候我，最为老实可靠。你以后有事可以吩咐他。他偷偷拿过你的私音，而且他与你弟弟拿阴样刻了一枚世子亲笔闲章。我弟弟？对，青罗袖口有印泥，裴昭靴底有书附红蜡，两人用闲章给世子童年求事录开张，已经卖出800本。来人，把青罗叫来。世子，您找我？我不说，我真的不说了。你房里有只银匣子，里面装着卖书所得的银子，还有裴昭写给书坊的交货单。世子，我没有。银匣子里还藏着下一册目录，冷面世子怕打雷。有意思，新婚之夜，娘子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真的没有了？那你看看我，我还有什么秘密？不行，打死也不能说了。再把相公的秘密抖出来，我今晚就别想活着出这个门了。行了，你睡吧。你呢？我去处理点家务事。新婚之夜，独守空房，我大概是全京城最惨的新娘了。锦书来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紧张。少说话，先敬茶。进了侯府便要守规矩，你婆母行事最为稳重，
你应当多向他学习。妾身只是替侯爷分忧。婆母，这3件东西，您花了18000两。18000两。镇宅石是城外河滩的普通青石，底部还有车轮拖拽留下的泥。聚财树是花市20文一盆的普通盆栽。至于转运屏风，是去年从西厢房撤下的旧屏风，重新刷了一层漆。夫人，这些东西当真花了18000两？大师说这些东西能替侯府转运，确实转了，把侯府的18000两转进了他的口袋。完了，进侯府第1天，我替侯府省下了以后的银子，也成功得罪了婆婆。茶敬完了，我们回房。申锦书，我们谈谈，你这张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能从细节里分析出结果，可自从摔了一跤，脑子刚得出结论，嘴便全说了出来。有时我知道不能说，可嘴停不下来。所以你说出的不是凭空知道的秘密，而是根据线索得出的推断。你不是不知道什么该说，只是得出结论以后，嘴没有给你判断该不该说的时间。就是这样。昨日让我娶你，也是推断出来的办法。娶我是解决传言最直接的办法，可当众说出来，也是没管住嘴。后悔了？有一点，我怕自己又闯了祸。若你真的不愿意，我不会用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困住你。婚事和传言都可以另想办法，但若你愿意留下，我们便慢慢把这桩婚事过成真的。我愿意试试。这不是什么护身物，只是一个提醒。以后想开口时，先摸完这3颗。第1颗，想清楚自己看见了什么；第2颗，分清是证据还是猜测；第3颗，再决定当众说、私下说，还是暂时不说。若我根本忍不到第3颗呢？今日多忍1息，明日便可能多忍2息。我不是要你变成一个不敢说话的人，只是想把说与不说的选择还给你自己。现在试试，看见什么了？你左手受伤了，还故意把袖口拉下来，怕我看见。昨日1息都忍不住，今日至少摸完了1颗。你去哪儿？去处理今日留下的麻烦。夫人替侯府止了损，我总得替夫人挡一挡余波。侯爷连夜报官，顺着卖屏风的旧货铺查到了那个贾大师，追回了12000两。侯夫人呢？闭门不出。她虽然保住了剩下的银子，却成了全府笑话，恐怕把这笔账记在您头上了。沈锦书，你出来！沈锦书，你害我回收800本书，还赔了800两，今日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盖着贾贤章的画本，本来就该回收。你不过是一枚书斋闲章，谁会当真？但能让读者相信书里的故事经过裴恒认可。你把裴恒背受伤释将回营写成了彻夜守在榻边，又把并肩作战写成世间唯有一人懂他。文笔不好，那可太好了，好到全京城都以为裴恒与副将关系不清不楚。那桩流言最早便是从这本书传出去的，你又盖上世子亲笔闲章，读者自然以为裴恒亲自承认了书中内容。流言又不是我亲口说的，但话是你故意写的暧昧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负责澄清，并向副将道歉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很好，这次没有说不该说的。不过是顺着画本查到我头上，外面倒把你传得无所不知。世子童年糗事录交货单的笔记与衡山居士书作笔记一模样。笔记相似怎么了？我不是衡山居士。或许是我认错了，毕竟衡山居士的文笔也不怎么样，尤其是冷面侯爷夜夜哄妻结尾那句，他一哭他的心就碎了，写的实在俗气。胡说，原句分明是他一落泪，他的心便跟着碎了。你不是没写过吗？我看过不行吗？二公子当然记得那句话，他改了3遍。青罗，原来真是你！霸道将军掌心焦，还有将军说他不近女色，都是你写的。不许再说！叔父让二公爷写的甜一些，二少爷写的很汪野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世子的人。那你替他写了我800本糗事。奴婢也是今日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，
天天写眼尾猩红、嗓音沙哑的衡山居士是你。写话本怎么了？我又没偷没抢。写话本当然没错，你还藏着……我床底藏着什么？1、2、3，与你伪造闲章无关。不说了，我不该当众揭开你的笔名，这件事我给你道歉。光说对不住有什么用？全府都知道我是衡山居士了，至少销量应该会涨。我谢谢你。我会在下一册捐筹长青兄长与副将的关系，也会亲自向副将赔罪。还有假闲章，全部销毁。还有拖欠青罗的4成少头，是6成。奴婢又开始思考自己是谁的人了。以后再写，不许伪造印章。家里的事没有本人点头，也不许落笔。我又没控制住自己，我不该为了压过他，把笔名也一起揭开。你最后忍住了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来，坐下说。可我要多久才能真正管住？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我陪着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份本事除了让你烦恼，也能帮助别人？比如查找线索，核对账貌，替被冤枉的人找到证据。好像可以。想不想试试？怎么试？京兆尹是我的朋友，他近日遇到一桩失误案，卷宗上的线索不足，想请人去现场看看。可我若又没管住嘴，在查清之前便把谁当成犯人呢？那便只说你看见的线索，不急着说结论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城南张家被人叼了一只祖传玉瓶，库房门窗无损，锁也没有被撬。能够接触钥匙的只有张老爷、张夫人和管家。世子妃，谁偷的？不知道。你不是很会看吗？会看不等于会猜，只看到卷宗没看过现场，不能判断是谁。有道理，先去现场。这是石粉烧成的仿品。夫人，小人没有碰过玉瓶。他袖上只有木屑，应当是休架子留下的，不能证明拿了玉瓶。张老爷指甲里有当铺蜂蜡，鞋底又沾着玉器铺常用的白纱。顾大人可以先查他今日是否去过当铺。恒通当铺4日前收过一只白玉瓶，瓶底家徽都与张家报失的玉瓶一致。5日前，张老爷买过一只外形相似的绣玉拼接瓶。看来案子查清了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商号压货，货款迟迟没有收回，又要给伙计发工资，我才典当白玉瓶，想着货款到了便赎回。多谢世子妃，若没有您，小人绣上木屑，又能进入库房，只怕怎么也洗不清嫌疑。今日我说了很多话，却没有闯祸，还替人洗清了嫌疑。你带我去查案，就是想让我知道这个？你能看见别人忽略的线索，也能替被冤枉的人找到真相。你的本事从来不是缺点，只是没找到使用它的方法。夫君，可以放开了。怕马车再颠。路很平。掌柜，我这个月抄了120页，为何只结一半工钱？有人说你根本不是男子，我们书坊从来没有用过女抄书匠，肯留下你已经算客气。阿和说话细声细气，肯定是女子。女子抄的书，凭什么与我们拿一样的工钱？这些书页都是我一笔一画抄出来的，没有缺页，也没有误过交稿。世子妃，您替我们看看，阿和究竟是不是女子？阿和确实是女子，要不要说？如果说了，阿和会失去这份活计，药宝可能再也买不起，那2张启蒙纸的主人也可能再没有纸笔可用。你少结他工钱，是因为他抄错了，还是因为你怀疑她是女子？因为他隐瞒身份。书逢按页结算，还是按男女结算？自然按页。给我看看账。那他抄的最多，错字最少，为什么只给一半？可她若是女子，但这些字不会因为男子写的便更值钱，也不会因为出自女子之声便便宜一半。所以她到底是不是女子？我只能帮你看书稿和账目，他已经把活做完了，你便该按照原先约定付钱。世子妃，您其实已经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女子，不是他克扣工钱的理由。从前我也知道有些话不能说，可等我反应过来，
话已经出口了。今日为何停住了？我看见那个药包时，忽然想到，一旦说出来，阿和会失去什么？从前我只看得见答案，今日我先看见了答案会伤到谁。不是木珠拦住了你，是你自己停下来的。夫人，这是近来宫中贵人偏爱的云霞缎，织法繁复，京中只有少量现货。多少银子600两。去取银票来。这是假的。不知这匹云霞缎出自江南哪一家织坊？江南名坊众多，说了世子妃也未必知道。原来如此。这上面为何没有织坊名称和进货凭证？夫人，这种料子十分抢手，城东周夫人已经派人问过2次，小人念着与侯府多年的交情，才先送到这里。锦书问的是货从哪里来？若夫人嫌贵，也不必勉强。周夫人向来出手爽快，想必不会追问这些琐事。小人原以为侯府看中的是料子，不会为了区区600两反复计较一张货票。先说有人抢着买，再拿周夫人来激我。你是觉得我好骗，还是觉得侯府的银子太好拿？夫人既然不信，这笔买卖不做也罢，把布收起来，我们走。来，坐。你一开始便看出那匹布有问题了，看出了几处疑点。为什么不直接拆穿？我想让骗子丢脸，不想让母亲丢脸。所以你故意问那些问题，让我自己看出他心虚。我只是把不对的地方问出来，最后识破他决定不付钱的人是母亲。你倒知道替我留面子了，今日处理的还算稳妥。只要母亲没有又被骗啊！什么叫又？是儿媳说错了，母亲不过是接连遇上骗子，又接连识破了他们。总算知道怎么把话收回去了。那是3年前的我。这是我绣的。你捡了别人不要的东西，还戴了3年。我觉得很好。大将军，你的眼光可能有些问题。或许，但3年了，没打算改。所以，你喜欢了3年的那个人是我？是，3年前我路过南庄，看见你抱着账册替佃户讨金，你明明紧张的发抖，却一步也没有退。所以你画了这幅画？回京以后，凭记忆画的。香囊呢？在庄外捡到的。你就凭一幅画和一只破香囊，喜欢了我3年？不是，是因为画上的人是你，香囊才值得留3年。沈锦书，我喜欢你，从3年前就开始了。所以你娶我，不只是为了成亲？当然不是。沈锦书，你说娶我的时候，我只怕自己答应得太快，吓着你。可我还不知道自己对你究竟是感激、依赖，还是同样的喜欢。那便慢慢想。我等了3年，不差这一时。夫人，还有什么事？门在另一边。不许笑。好。二公子写的是兄长与副将没有私情，抄稿的人却漏了一个梅字。这批若印出去，流言倒是不用澄清了。为什么？直接坐实了。书还没上市，我便先从族谱上下架了。这已经是第7处错漏，书坊明日便要刻版，必须重新找一个抄得快又不容易出错的人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正适合这份活儿。先抄5页。5页，一字未错。全交给你，按页结钱。世子妃为什么愿意帮我？因为我看见了你的本事。本事不该被谁身份困住，我相信你能做好。夫人，库房清点布料的人还没有找到，西装账房也一直空缺。先记下来，慢慢挑。
鸳鸯绣得像鸭子，还想进库房？奴婢绣工不好，可奴婢认得布料。这是月白缎，这一束受潮了。春娘绣不好鸳鸯，却能一眼分清上百种布料和丝线。下一个，少了37文。你一个做短工的，还会看账？13日工扣2日饭钱，应得522文，这里只有485文。这笔修粮仓的32两记重了。刘嫂没做过账房，却有一身算账的好本事。阿和的事情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许多女子不是没有本事，只是连证明自己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我这双眼睛不只会看见秘密，也能看到那些一直被埋没的本事。也许我把它放到它本该站位置上，就能帮到他们。春娘是针线房的人，柳氏更从未正式做过账房，所以先试工。若他们做不好呢？春娘的清点记录由我核查，刘嫂的账目每10日复核一次。申锦书，你真准备把侯府变成善堂？没有，春娘不会绣花，却擅长清点布料。刘嫂是女子，却比原来账房算得更清楚。侯府缺人，他们也正好能做好这些事。春娘1个月，柳氏3个月。多谢母亲，先别急着谢。人是你举荐的，出了问题，我第一个找你。夫人，春娘重新整理库房，纠正了许多错标，并整理了货户表，账务对应，现在找货又快又不会出错。柳氏理清西装3个月旧账，发现几项采买价格过高，替侯府省下了100多两。阿和替侯府整理抄写庄子草账，几十页账册，他抄得整齐又清楚。看人倒是准，也知道往哪儿放。既然来了，就别吐在门口。母亲，母亲，这是侯府近日还有几处空缺。母亲，我还能举荐女子吗？男子也好，女子也罢，能把事情做好，就是侯府要用的人。母亲不怕我又把侯府当成善堂？春娘替侯府保住了几箱丝线，柳氏追回了100多两。这样的善堂能赚银子，多开几个也无妨。嫂嫂，你叫我什么？嫂嫂，看来事情不小。你能不能帮我同管家说一声，让阿和先替我抄2稿？阿和不是在抄账册，就是被管家抢去抄账册了。我刚知道他抄的又快又准，管家就把人抢走了。你急着抄什么？小娘子她又不理我了。青罗，上一位抄稿人把小娘子她又不理我了抄成了小娘子她又不认我了。甜宠变认亲，还把郎君递上糖糕抄成了郎君递上状纸。再抄下去，男女主不是成亲，是升堂。所以你想请阿和救场？救场也救命。再晚一点儿，我就要从衡山居舍改名刑部居士了。我可以帮你问管家，也问阿和愿不愿意接急活，但答不答应，看他自己。只要他愿意，工钱翻倍。急件费、保密费、重抄费。还好，只有3项。另加救命费。救谁的命？二公子笔下那对被抄进大牢的苦命鸳鸯，这算也合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只是替侯府找几个合适的人。母亲可不会把用人名单随便交给一个人。为什么突然想到做这些？阿和的事让我明白，有些秘密不能说，可有些本事若没人替他说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被看见。是你告诉我，我的本事不是缺点，只是没有用对地方。现在我好像知道他能做什么了。你替别人找到了位置，也替自己找到了，怎么办？什么？我对夫人的喜欢好像越来越多了。那夫人呢？我什么？有没有一点喜欢我了？或许有一点。
一点也好，我等他慢变多。听说世子妃竟让一个妇人做账房，掌管银钱的位置也敢交给女子。周夫人，这只镯子是金玉坊打造的吧？是又如何？金玉坊的掌柜便是女子，夫人戴着她做的首饰，却觉得女子不该出来做事，似乎有些说不通。世子妃还是这般伶牙俐齿。侯府娶了这样一个什么敢说的儿媳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他说错了吗？我不过开玩笑。侯府用什么人是侯府的家事，锦书再伶牙俐齿，也是我侯府的儿媳，她的好坏轮不到外人评说。母亲方才是在维护我吗？我是在维护侯府的体面，所以我如今也算侯府的体面了。你若少说两句，或许能算。我尽量。嘴利可以，嘴俗不行。记住了。被母亲维护的感觉如何？非常好。被夫君维护呢？已经习惯了。夫人的意思是已经不值钱了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母亲维护我是意外，你维护我让我觉得很安心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出了什么事？边军收到的粮里掺了陈糠，可粮仓、车行、军营3处账目全都对得上。我能看看账册吗？可以。从粮仓到军营正常要多久？走南门关道2个10时辰足够。可这12趟车都是辰时出仓，未时才到军营，整整多了1个半时辰。他们中途停过。对。查这12趟车的路线。锦书，多谢。谢我什么？谢你替我找到了突破口。以前都是你帮我收拾残局，这一次我终于能帮到你了。夫人帮得很漂亮。证据都指向车夫，但他不认。他不像凶手。为什么？像被提前挑好的替罪羊。有人早就知道他冒用名牌，也知道他缺钱，更知道那12趟粮车会经过他的手。能同时知道这些的，不是粮仓里的人，是车行里负责登记名牌、分派车辆的人。负责登记的人最清楚车辆去向。负责调车的管事，正是填写那12趟车辆记录的人。查车行管事。他即便不是主谋，也一定知道军粮去了哪里。夫人，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只是换了一个方向想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方才你分案情的时候，眼里有光，我很喜欢。沈锦书，我一直知道你很好，如今你自己也看见了。你不怕我不再依赖你吗？那我会很高兴，因为我喜欢你，不是为了让你离不开我，我是想看你做那个自信、耀眼的沈锦书。若我真的变得很耀眼呢？那我便尽些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么耀眼的夫人是我的。裴恒，我对你的喜欢好像又多了一分。这一分我收好了。世子在旧药仓遭到埋伏，仓下另有暗道，属下为世子走散了。你从哪里逃出来的？属下被暗道里的水冲走，醒来时在城北荒巷，旁边有几口废弃染缸。拿城北地图来。旧药仓周围地势干燥，没有河流，也没有染坊，可这里有一座废弃染坊，紧邻废水渠。这条水渠更好从旧药仓地下穿过。旧药仓只是入口，侍卫是从这里被水冲出来的，说明暗道通向旧染坊。那些人能从这里逃，军粮也可能从这里转走。一队去旧药仓，一队去旧染坊。你留下，裴烟在那里。带上所有侍卫，跟在最后，不许逞强。好。控制前院。
锦书，我答应过会回来。你回来的太晚了，我差一点就找不到你。是我的错。世子伤的是手，失血过多。世子方才踹人那一脚挺有劲儿的。方才夫人不在，当我没说。喝药。手疼，伤的是左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你方才用右手翻了半个时辰卷宗，卷宗比较轻。苦，听说别人家的夫人会亲自喂，别人家的夫君也不会装残。你以前问我对你的喜欢有没有多一点，我当时说错了。哪里错了？不是一点。今日找不到你时，我很害怕。我怕的不是没人护着我，是往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你。裴恒，我分清了。裴航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。别动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夫人也喜欢我了。裴恒，你很紧张？有吗？心跳快，手心出汗，耳朵也红了。这种时候不必观察得如此仔细，给为夫留些颜面。这一次不用等了。阿嚏！谁？你们来做什么？送药。药呢？在奴婢这里。我负责陪同送药。陪到窗外，那是为了寻找最佳送药角度。嫂嫂，这件事能写吗？暗恋3年可以，今晚的事不行。二公子，删掉这段以后，只剩书名了。那便从3年前开始写。3年够写3册。1册。那许多细节只能合理虚构了。可以虚构，不能借我的名字胡说。明白？7分针3分边。二公子的习惯通常是3分针7分边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世子的人，但筹珠还是拿您的6成。这本我自己写，不用你。没有奴婢替您伸爪，书房连书名都认不出来。他们原本是来送药的。看来灵感比你的伤势重要。世子妃，今日又有人求您断事。铺子学徒工钱被少劫，城西老妇养老银被骗。夫君私房钱藏在哪儿？邻家媳妇夜里见了谁？不看。拆人隐私的不查，能替人讨回公道的可以查。嫂子，大喜！书卖完了。卖完了，全京城都在议论我。不是议论您。第1条，冷面世子竟然暗恋3年，真能忍。第2条，世子妃到底何方神圣，能让世子藏兔子香囊3年？第3条，衡山居士是谁？主重要。第2册什么时候出？二公子书红了，但您没有。扎心了。但银子是真的。你想做什么？6成。6成？你知道6成是多少吗？知道，所以奴婢追得很认真，成何体统？婆母嘴角分明带着笑意。夫人怎么不说了？我如今只说该说的，但有些话应该可以说。比如夫君的眼光，这么多年仍旧如此特别。夫人是在说兔子，还是在说自己？我收回刚才的话。什么？夫人还需要继续练习。练什么？如何说话不把自己也绕进去，关起门来慢慢教。裴航，你又在想？这句可以不说。5成行不行？